马奇斯出生在17世纪的法国，自小跟随父母在肮脏的集市讨生活，出众的容貌让他成为这里男人的消遣，只需几块钱就可以和他在稻草上春风一度。直到这天，莫里埃剧团的负责人来到这里，以30磅金的价格买下马奇斯并与他结婚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女孩会踩着他们的鲜血上位。莱恩跟随队长莫里埃去到法国一个肮脏的小镇，却不曾想在这里见过一件珍宝。少女马奇斯在雨中的起舞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莱恩一眼看中她的表演天赋，不顾马奇斯正在接客，就冲进去表明身份。听到她能让自己成为一名表演家，马奇斯眼前一亮，不顾父亲的反对跟他离开。为了能彻底摆脱父亲，马奇斯恳求莫里埃用30磅金买下自己。莫里埃同意了，并当场为他和莱恩举行婚礼。莱恩也遵循承诺，让马奇斯出演主角。第一次登台表演，面对华贵的客人和无数目光，马奇斯怔愣在原地，甚至张不开嘴说出一句话。莫里埃急得跳起舞，可依旧无济于事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莱恩上台及时圆场，这才使得表演完美落幕。备受打击的马奇斯伏在莱恩肩头哭泣，好在莱恩并没有因此责怪他，但这次失误却使得他彻底失去表演机会，只能在中场休息时为大家表演舞蹈。中规中矩的贵族舞蹈并没有引起观众注意，为了能让大家注意力回归到自己身上，马奇斯跳起了街头舞蹈，欢快的舞步如同山林间娇俏的精灵，带动了所有人的情绪。马奇斯用自己出众的舞步迎来国王弟弟的赏识，他特意邀请莫里埃剧团于下周国王生日宴上演出。莫里埃能得到国王赏识，深夜依旧在创作。就在此时，门铃响起，原来是马奇斯。他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个角色，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身体。可当次日排演时，莫里埃食言了，他为马奇斯安排一个不能说话的舞蹈角色。因为这次表演太过重要，他不能因为马奇斯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。面对莫里埃的不信任，马奇斯悲伤欲绝，哭着穿过皇宫花园，来到河边。就在他准备跳下时，皇家歌舞团的编剧拉辛出现了。他一直暗中欣赏马奇斯，劝说他在未得到国王赏识之前要学会忍耐，因为他们都一样，没有名利和地位，只能在贵族手心跳舞，以此取悦他们。拉辛的劝导起到了作用，马奇斯再次回到舞台，答应上台表演。然而国王的突然到访打乱了他们的节奏，众人在后台手忙脚乱，为马奇斯换戏服。可由于疏漏，马奇斯忘记换上底裤就上台表演。美丽的森林女王一出场就吸引了国王的注意，他忍不住上台与马奇斯一同舞蹈。为了讨得国王欢心，马奇斯脱掉碍事的外套，甩飞高高的鞋子，不断撕扯下裙子上的花瓣。随着一个漂亮的翻滚，马奇斯裙下风光，在国王面前一览无余。就在众人掩面等待国王的处罚时，他却突然笑了出来，并对马奇斯的表演大加赞赏。莫里埃这才松了口气，只是他的喜剧表演违反了当下的法律道德，国王不得不让步于教会，命令他们出演拉辛的剧本。拉辛专门出演悲剧，而让喜剧演员去出演悲剧简直是一场笑话。为了不让观众们朝他们扔石头，莫里埃断然拒绝，可他无法抵抗国王的命令，只能试图说服大家让他们上台表演。马奇斯听到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再度站出来，希望能由他担任主角。一个刚出道的小新人居然妄图取代他们的位置，马奇斯的高傲引来大家的不满，其他女演员联合起来将他教训了一顿。表演开始那天，女演员意外忘词，马奇斯则站了出来，大声念出了台词。他们的表演也因此受到抵制，大家把怒火发到了马奇斯身上。看到众人追赶而来，拉辛连忙拉着马奇斯躲在了安静的阁楼里。拉辛紧紧握紧马奇斯的腰，教他如何发声表演。二人暧昧的动作被莱恩尽收眼底，可他并没有多说什么。为了能让马奇斯出演自己的主角，拉辛带着他来到皇家歌舞团，试图将马奇斯介绍给众人。可众人的冷言冷语让马奇斯坐立难安。很快皇后赶来，指责马奇斯是一个为了上位不惜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。这样的指责让马奇斯无法接受，他推开众人尴尬退场，拉辛却追了上来，让他不要闹脾气，并约他到自己家中共同看新的剧本。期间拉辛向他表白，可是马奇斯无法背叛自己的丈夫，选择拒绝。当他回到家中后，莱恩大方地表示他不在乎马奇斯跟谁交往，只要他还爱着自己就足够了。看出马奇斯心情不好，莱恩当场表演了一段话剧，逗得马奇斯开怀大笑。他就如同马奇斯生命里的太阳，一次次给他温暖。
另一边，拉辛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，特意将新剧本的女主角留给马奇斯。恰逢莫里埃孩子的洗礼，马奇斯与莱恩不由得争吵起来。莱恩不愿意背叛莫里埃，愿意一辈子为他演出，但在莫里埃手下，马奇斯永远也得不到出演主角的机会。眼看演出在即，马奇斯心慌不已，丈夫那边迟迟不肯松口，拉辛又一再示爱，左右为难之下，他提出陪拉辛过夜，换取出演主角的机会。可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玷污了拉辛对他的爱意。拉辛想要光明正大的得到他，于是找到曾经结识的夫人，那位夫人以制作毒药而出名，他早就看出拉辛对马奇斯的感情，一直等待着对方的光临。这次他开出了大价钱，拉辛毫不犹豫的签字，换走一盒毒巧克力，想让马奇斯将巧克力喂给莱恩。马奇斯告诉他，莱恩因为身体虚弱，已经水米不进。拉辛正暗自庆幸毒巧克力派不上用场时，莱恩突然走了出来，并提出要单独和拉辛谈谈。原来莱恩早就看出两个人的感情，才貌出众的拉辛也一度让马奇斯心动不已。莱恩不想阻止他奔向幸福，于是要求拉辛立誓，希望他承诺一辈子爱他，不要伤害他。拉辛自然一口答应下来，有了他的承诺，莱恩主动吃下巧克力，进行了人生最后一次演出。当他大喊着说出那句我要死了时，莫里埃意识到不对，急忙呼喊医生。可这一切在观众看来只是一场喜剧，众人哄堂大笑。此时马奇斯冲了出来，紧紧握住莱恩的手，看着他死在了舞台上。莱恩用生命完成最后的谢幕，换来观众最后一次笑声。他不负喜剧演员的名声，却让他的好友与爱人伤心不已。莱恩去世后，马奇斯一度颓废，甚至想要退出。女仆在一旁不断鼓励，希望他不要放弃，就算不为了莱恩，也要为了自己着想，毕竟他走到这一步实在太不容易了。马奇斯与女仆抱头痛哭。这天后，他正式开始排练，可他即兴创作的台词却遭到男演员的嘲笑。马奇斯一如既往的倔强，不愿因此妥协或者改变自己。尽管拉辛不断打圆场，马奇斯还是愤然唾在男演员脸上，然后离开现场。拉辛并没有因此放弃他，在床上体贴地教导他如何表演。很快到了国王演出的日子，马奇斯却因为紧张迟迟不敢登台。殊不知此时国王身边不乏试图与他一较高下的女子，她们貌美年轻，更重要的是远比马奇斯放荡，可以随意让国王触碰抚摸。拉辛笑着在其中夸赞马奇斯的美丽，称赞他有一双无人可及的眼睛。可国王已经等待1个小时，眼看就要发火，幸好马奇斯及时出现，使得国王眼前一亮。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魔力，不管你见过她几次，再见时总会被她惊艳。马奇斯用实力演绎，告诉所有人她才是天生的演员。当悲剧进入尾声，那双深邃的眼睛缓缓下垂，随着幕布一同落下，国王被他的表演折服，无数鲜花和掌声奉上。马奇斯彻底成为国王的宠儿，从街头舞女到与国王共舞，马奇斯是幸运的。可莫里埃的运气已经到达终点，他的剧院被收回，莫里埃被迫来到酒吧买醉。马奇斯看着落魄不已的男人，不由得心生悲凉。毕竟没有莫里埃当初的慷慨，自己现在可能还在那个街头继续表演接客。为了挽救莫里埃剧团，马奇斯带着他来求见国王，希望国王能够出资买下莫里埃的剧院。可国王在此时说出了一个秘密，他早已知晓拉辛为了得到马奇斯不惜购买毒巧克力的事儿，并且因此感到不悦。莫里埃急忙站出来，用他的高情商哄得国王消气。此事过后，莫里埃得以继续演出，马奇斯的名声更加响亮。每每他登台演出，总是引来无数叫好声。女仆真心为他高兴，表示自己也想成为一名演员。马奇斯闻言，主动走到他身边，教导他如何发声，如何运用自己的情感，如同当初拉辛教他一般。不过现在的马奇斯已经是一名成熟的演员。不久后，马奇斯意外发现自己怀孕。为了保住自己女主角的地位，他隐瞒了这个喜讯，并且要求拉辛承诺自己会是他唯一的女主角。拉辛一口应下，随后带他前往国王的沐浴会。为了这场盛事，拉辛特意写下一首诗，可国王却点名要马奇斯朗诵。
伴随着哗啦啦的水声，马奇斯的声音几乎被掩盖。眼看国王连说2遍听不清，马奇斯再次甩飞鞋子，不顾水中寒凉，走到国王身边。这一举固然赢得国王的欢心，可却让他感染了风寒。要紧的是，当晚还有一场演出，为了不缺席，马奇斯只能带病出演。可昏昏沉沉的脑袋却让他无法支撑身体。随着一句台词念出，马奇斯重重摔倒在地，女主角昏迷，众人乱作一团。毕竟观众还在外面等待呢。就在此时，马奇斯的女仆站了出来，说自己可以代替出演。因为这段时日他一直在暗中排练，并且观察马奇斯的一举一动。拉辛不愿意背叛自己的诺言，可面对众人的劝说，只能无奈点头。当马奇斯从昏迷中醒来，发现女仆站在了自己曾经的位置，并且用同样出众的表演赢得了鲜花与掌声。这一刻，马奇斯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拉辛背叛了诺言，背叛了自己。他和莫里埃做了最后告别，希望对方不要忘记自己。随后默默回到后台，取出了毒巧克力，衣衫不整来到舞台上，开始了最后一场演出。他满怀悲凉，演绎了自己的人生。女仆几乎不敢直视他的目光，拉辛也愧疚不已。随着一声大喊，马奇斯倒在了拉辛怀中。此时拉辛才知道马奇斯怀孕的事儿，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马奇斯走了和丈夫一样的路，将自己的生命留给舞台。马奇斯是一部于1997年上映的法国剧情片。剧中的马奇斯之所以受人喜欢，不仅是因为出众的外表，更多的是由于那一双深邃美丽的眼睛。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少女对演戏的热爱与诚挚，看出一个女孩对生活的坦率真诚。马奇斯犹如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，被灰尘掩埋时也能释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毫无疑问，她是一位成功的演员，不论是欢快的舞蹈还是悲剧的演绎，都能轻而易举地将观众带入她的世界。就如同她最后所说的那句话，女仆演绎的是马奇斯，而马奇斯演绎的是属于自己的人生。